好，接下來特別關心在稀土戰哦，習近平這一次出手來做反制了。稀土啊，針對美國是說會開放，但是是假的嗎？因為呢，另外他還有一個殺招，就是透過他的這個 VEU 的這個封鎖反制。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從經濟戰打到整個軍備鏈，不只是美軍會受到影響，包括了整個北約國家在軍事發展上面都會被掐住咽喉。另外一頭，川普則是找上了中亞5國，希望一起來做稀土，能夠避開中國大陸對於稀土的壟斷嗎？今天我們就這些議題一起做關心。今天的3個火線話題，趕快來看到哦。來看到的是稀土啊，習近平是終於開放了，但是現在有一個說法說，會不會只是針對川普做了一些表面而已，背後他有更強的反制呢？因為啊，現在最新祭出的政策是，只要凡是跟美軍啊你的任何企業有掛鈎，那麼稀土就會全面做封殺，不會賣給你們。這是他的經濟戰打到科技戰的重要關鍵一步嗎？再來還要關心的是，稀土很重要，它可以用來做 F-35啊、無人機啊、跟飛彈等等。如果中國嚴控他們的這個稀土的話，不只是美國的軍工被掐住咽喉，北約的補給軍備都可能因此癱瘓嗎？最後來看到是川普這一次趕快拉攏中亞5國，要來救不被中國的稀土壟斷，能夠做得到嗎？今天也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這是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報道，11月10號、11號這一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雖然是說，我們有開放稀土出口了，但是他計劃祭出一個英文叫 VEU 哦，那麼它的這個中文就是驗證後最終用途的機制，什麼意思呢？就是對美國的軍方，只要你有跟這個軍方聯繫的公司，你都會被排除在我們的稀土可以出口的這個範圍之內。這一招啊，其實也不是自創的，其實也是學美國的。原因就是因為美國早在2007年就對中國用出一模一樣的出口管制，等於說中國這一次是算是加倍奉還給美國。所以節目一開始請教漢庭怎麼看了中國這一次學習美國用的這一招，能夠對美國帶來多大的反制效果？習近平主席一方面兌現了對於川普的承諾會出口稀土，但另一方面在特殊領域上還是有所限制的，還能持續在稀土領域占有優勢嗎？這一招呢，其實就是雙重用途、軍民分開的管制。如果你是玩手機啊、玩電動車，那麼我還加快審批作業給你；但如果呢，你是把稀土拿來做戰機啊、做軍用磁體，那麼我就卡你。所以中國大陸的 VEU 的反制啊，对美國的反制效果来說，主要就是體現在切斷軍工的稀土供應，還有呢延緩它整體的技術。比如說呢，因為我們都知道美國的軍工業其實高度仰賴於中國大陸的稀土，不論呢是 F-35的戰鬥機啦，甚至呢是宙斯盾啊、驅逐艦啊等等的都需要。那麼現在一旦卡住，第一當然是會讓美方的庫存大量的消耗，那而且也會導致美方的成本大幅提升，再來還有生產進度的延後落後。那如果卡住了之後呢，這也能夠讓美方的技術升級變得更加緩慢。因為包含是在新能源的領域当中，稀土磁體它本來就是電動汽車当中很重要的關鍵元件。那中國大陸的 VEU 機制就會限制了你新能源汽車在獲得這個稀土當中，所以就可以延緩它的產能擴張。那另外包含在人工智慧的相關領域也是一樣的，都會影響到美國 AI 的資料中心的建設。所以，對於這一些領域的延遲，就會削弱美國在第4次工業革命當中的技術優勢，能夠為中國大陸贏得追趕時間。所以，一方面我們單純看到說，讓你做不出來，而你做不出來，我就有時間可以好好發展，是雙重功效。那麼這一次呢，是在中美會談之後所推出來的方法。一方面，他也兌現了承諾，為啥呢？我兌現承諾，你們民用的我一樣是通過，而且還加快了審批，所以展現了善意。可是第二個呢，也保持了戰略的底線。對於軍工企業，它是一個排除的條款，這就是中國大陸對於自己國家安全的堅持。為啥呢？因為你美國也多次對我卡脖子嘛。所以我現在卡你也是剛好而已啊，因為你對中國大陸卡脖子的那些項目仍然沒有完全開放，所以對於軍用的相關稀土，中國大陸也沒說完全禁止哦，而是什麼？仍然保有一部分的審批原則，只不過當然這個速度可能就不會如民用的那麼快。
所以這一種平衡數，它當然避免了中美關係的直接破裂，同時也為未來的談判留下了一些回旋空間。如果你美方对于我們的一些芯片半導體呢，能夠有一些加快或者能夠開通，那麼我軍用的這一塊或許也能夠縮短審核的時間。所以這一招呢，當然是非常漂亮。好，中國大陸這次的稀土戰是打得有策略、有節奏的哦。那針對這個民用，只做民用的開放，在軍用上面是加強審批，並且做更多更高層次的軍用。專家這位是海牙戰略研究中心分析師，他所做的分析，他認為說，所以未來呢，這個衝擊的範圍不會只是拖慢美國的發展，中國的最終目標不是只是拖慢美國的發展，還包括了歐洲國家可能會因此受到牽連，因為尤其現在很重要的是，歐洲正在重整它的軍備計劃，歐洲正在協助烏克蘭作戰等等。接下來立將軍又怎麼看中國的這一個稀土戰？那另外就是中俄作為盟友，北京會不會也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稀土的管制來間接打擊北約？第一個我想說，今天有一個最新的一個消息哈，就是美國賣給印度3架的阿帕奇直升機來講的話，當他從美國運到英國，準備再從英國轉運到印度去的時候，這3架直升機突然沒辦法運輸了哈，就回到美國本土去了。那我們合理懷疑哈，在中美之間這次的稀土戰，會不會是這幾架直升機因為稀土的這個鍛鍊哈，這個可能它的成分不夠或者什麼，造成這3架這個直升機沒辦法再做交付哦，這是我們合理懷疑的。那後續我覺得像這種事情可能會越來越多啊。是。第二個來講的話，稀土對於軍工業有多重要？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第一個，美國現在最先進的戰機是 F-35戰機哈，它每架戰機要用的稀土量是414公斤，有這麼多。那美國來講的話，現在所謂 AUKUS 潛艇就是幫澳洲他要建潛艇。那前2天他也說要幫這個韓國建核動力潛艇，也是維吉尼亞級的攻擊潛艇哈。它這個海口都已經跨下去了，但是你建一艘潛艇來講的話，要4400公斤的稀土。那試問一下，如果說這個時候中國對你軍工產業管制這些稀土來講的話，那你後續來講，你 F-35戰機你怎麼生產得出來？那你潛艦，你答應這個澳洲要建的，你錢都已經收了，那這個也跟韓國這個跨下海口了，那後續會不會跟我們賣我們台灣 F-16V 一樣哈？這個供應鏈不足，造成就沒有辦法按時的供貨。所以我認為這個稀土來講的話，當然在這個整個軍工產業佔有它100%不可少的一個這種地位。可是，如果說是中國來講的話，你說用 VEU 這種政策來管制，因為它是管制軍用的，但是美國有一些公司是軍民兩用的公司，那你很難說是100%管得到。我舉個例子，譬如說波音公司來講的話，我們都認為它是做客機的公司，但是它也在做戰機哈。比如美國最新型的這個川普要發展的6代戰機，目前就是由波音公司來得標嘛哈。那像愛國者導彈也是波音公司來製造，那中間他們會不會偷天換日將這個轉過去？我覺得可能你說要終端最後的檢驗，可能有它執行上的一些漏洞哈。可是不管怎麼樣，那一定會減少這些量，一定會減少的。就是你不可能再說100%，我要這個1公斤就1公斤，我要4400公斤就4400公斤。所以量減少來講的話，當然對軍工產業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美國很致命的一件事情，其實美國最重要是它的軍工產業，它在全世界從2次世界大戰以後，它是全世界的軍火庫，到處在賣武器哈。我們看到不管是這個導彈、飛機、潛艦、軍艦，都是它在賣給各個國家。那當這個軍工產業被中國卡住脖子之後，我相信對美國整體的經濟會造成很大影響。就算是說我沒有辦法100%管制到你，但是你本來預計要建6艘的潛艦，到最後你可能只有1艘能夠造成。當我們合理的懷疑，我們台灣來講的話，這個我們已經付了錢。台灣最近這個大家在野黨這個諮詢的很嚴格的一個話題，就是我們的F-16V 戰機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交貨？那是不是因為也是在稀土供應鏈上面出了問題，所以美國他們這個軍火公司來講的話，短時間做不出來？所以我認為說是美國後續來講的話，它如果說整個中美兩國如果說進入到這個武器的競賽的狀況之下，那中國現在來講的話，不管是6代戰機，我已經
不但已經這個研發出來，而且還飛給你看了哈。那美國來講的話，到現在為止，我們看到它6代戰機哈，還只是傳於在圖紙的設計階段。那甚至於美國所要發展的超高音速導彈，中國已經射了好幾枚了，但是美國到現在為止，它超高音速導彈這個連試射都還沒有試射。那如果說後續來講，稀土這段再被卡住脖子來講的話，我覺得對美國的軍工產業會產生這個斷崖式的打擊。是，好，我們看到這一回，所以大陸加強透過稀土來持續掐住美國跟北約的這些軍工上的命脈。那川普看在眼裡，當然是很擔心了。這一回他趕快展開他的這個外交那麼是為了抵擋北京。我們看到川普在6號，這是最新消息在白宮呢特別召開了這一場叫做 C5+1的峰會，邀請的就是我們畫面上看到這張照片中亞5國的領袖齊聚一堂，簽署協議，確保美國在關鍵礦產上面的這個供應鏈能夠自給自足突破中國的壟斷。那這些國家有哪一些？包括了有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曼、土庫曼，還有烏茲別克等等。這中亞5國除了他們有豐富的稀土，帶觀眾朋友也稍微了解一下，目前他們擁有哪些很重要的天然資源。其中哈薩克是鈾產量世界第1，烏茲別克黃金的存量是最龐大的，土庫曼也有豐富的天然資源。那麼吉爾吉斯克也正在開發它的全新的礦藏。透過這樣就能擺脫對於中國大陸的依賴嗎？重點是這個精煉技術那接下來怎麼辦？幹哥怎麼看？這件事情你覺得裡面有蹊蹺？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 C5+1就是找了中亞這5個國家。其實這5個國家，我們台灣一定會覺得很陌生，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這5個國家真的是中亞礦場、礦物蘊藏非常豐富的一個區域塔吉克烏茲別克還有吉爾吉斯，像這些國家，老實講一句，以前他們都有很多黃金、天然氣等等。其實每一個國家各種礦物都有一點，看誰比較多而已。但是為什麼會一直都只聞樓梯響，卻不見人下來的原因，是因為說他們本身沒有開發技術，還有他們沒有資金，所以除了俄羅斯老大哥以外，大家幾乎就沒有辦法去支應他們國內自己的礦產開發，那加上他們的那個政治也比較封閉一點，所以說這次川普他能夠邀請到這5個國家都來，而且他們都來的時候還在白宮開完會以後共進晚餐呢。我覺得川普這次好像有很大的這個突破而且你在表面上看的話，你還會聽到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他竟然講一句什麼？大家聽聽看，他說：“你是上天派來的偉大領袖與政治家。”那個就有點像神話川普的感覺，你知道嗎？所以我一聽我就想說，哎呦，這個好像是什麼？這好像是什麼政教讚美之詞，你知道？烏茲別克總統也講了，你是來自世界的總統，也就是說，你等於是世界的那個領袖的代言人的意思就對了。川普喜歡啊，你看每一個人都很溢美之詞，川普就愛這一套，对。但是，請問一下，現在是你要投資我還是我要投資你啊？現在到底要搞清楚主從嘛，對不對？當然，這些國家希望美國技術進來啊，可是你知道，結果我們一看不是這樣，你知道嗎？烏茲別克他承諾3年內要投資美國350億美金，很多啊，包括什麼？包括通訊技術啊，因為烏茲別克本來就是他們，因為你知道嗎？他整個國家你看電話很多地方打不通的，為什麼？因為他們的那個5G 產品很落後嘛，所以要引進美國技術。然後呢，他還要因為他們是農業立國，所以農業的科技希望美國來幫忙啊。最後一個就是航空了，因為腹地很大，这每個國家都很大，但是他們其實之間只是靠那個公路運輸。那你現在你要請美國來幫忙，反而你要投資美國350億，然後呢，未來10年要投資1000億，這個根本就叫天方夜譚了。世界銀行馬上打臉，他說：烏茲別克啊，你2024年的時候，全國國民生產毛額 GDP 是多少嗎？只有150億美金。你怎麼樣投資人家350億美金？那你是不是要借錢？對，這裡面有我們看不見的那個，就是他們的 negotiate，就是
它跟這中亞這5國一定是有一些啊，就是大家的諒解跟什麼條件交換。其實我跟你講，我就是要你們這5個國家趕快去給我找稀土啦，然後找到稀土以後啊，趕快跟我們美國簽約，只有我們美國有獨家的開採權啊。這件事情根本行不通，為什麼？因為就在中亞的稀土，如果真的能夠找到又提煉的話，還不是要交給中國來提煉？精煉技術中國第一，對不對？川普，你這個算盤打得太美了。如果今天烏茲別克或者是吉爾吉斯找到了稀土，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那個元素叫做 T 啊 ，T 這個元素是稀土裡面非常重要的，也是戰略元素。川普就是要找這個元素，如果找到，你要叫誰來提煉？你還不是要送去中國？對，你還不是到时候要跟中國談條件？這些國家哪裡有辦法開採？不要說精煉，連開採的技術都沒有。所以這次我們看到這個會議哈，這個就是說 C5+1看起來很成功，但是各懷鬼胎。到時候我跟你講，這5個國家哈，我覺得可能會賠了夫人又折兵。好，謝謝乾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